500米悬崖半空竟有人居住，你敢信吗？那面岩壁的中间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。湖北大山里一处叫神仙洞的崖洞，隐藏了太多未解之谜。石门的上方有2副石棺，洞口残存的人为痕迹告诉我们，这里并不简单。就当我们艰难抵达洞口，形似太极图的阴阳树景赫然眼前。队友下到底部，竟发现可怕一幕。什么？出大事了！快看，仙人洞呢就在那里。从这里上去有70多米的钉攀，据说洞口里面有2条超级大竖井。今天的探险将会非常的有看头，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，我们去往神仙洞内部一探究竟，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秘密。负重40-50斤，徒步了7公里左右，一直急上，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来自500米悬崖高度的压迫感。这一家陡坡搞上来都已经非常的艰难了，然后还要钉攀75米。难搞啊！这里发现了好大一株红豆杉，它的直径差不多有10几公分，看到没？血红的曼迪埃红豆杉。然后这个旁边呢，出现了很多的黄杨木，这黄杨木都是一片一片的。仙人洞这个地方果然是有仙气啊，才能滋养如此多的珍奇树木。仙人洞就在那个上面啊，从那个上面掉下来的有东西，这是中神做的竹梯，现在一碰就碎掉了。开线先锋户外孟少杰正在向上开线啊，在下面也看到了，那是中神绑住的那些树棍啊，然后一直这样斜着差不多有60-70度的角度向着仙人洞而去。哎呀，难以想象古人在没有先进工具的情况下攀上这面岩壁，真的是令人佩服不已。怕不怕？有点，还好。时间过去了2个小时，现在呢，副先锋户外向阳也上去了，他在一路踩点。我们的先锋孟少杰已经抵达了洞口下方。这很多人疑惑我们是怎么上升的吗？今天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东西叫胸身，然后卡在胸身里面，把手伸，拉一下，胸身就上一步。就是这么上升的哈。现在我就到了第一个保护站，这里上来了40多米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旁边出现了有很多木梯的残骸，用了这种很细的麻绳，然后绑了这个并不太结实的棒棒，这么一直绑上去的，简直是神人呢！这些上面是不能踩脚的。先锋已经将线开到了洞口啊，我们就进去看一下传说中的阴阳井是何模样。什么？里面一个阴阳手线，有一个流水的，一个不流水的。阴阳井啊？对，然后里面还有那个棺材，一个实心，天空上面一个水流下来。好，我马上过来了。我们从太阳升起的时候开始开的这条线，这时候太阳已经往西边去了，马上就要天黑了。这时候呢，咱们终于是抵达了这个仙人洞的洞口啊。可以看到洞口高约25米，在无人机里面感觉它很小啊，实际上它特别的巨大。进来之后呢，这里有一条差不多2.5米宽的甬道，一直往里面延伸到这里就发现了有，这是阳洞还是阴洞？阳洞。这边是阳洞啊，没有水流。在这个大竖井的旁边有一条悬空栈道，往那个方向去的，那边应该是有一道石门，在那个方向也有一个阴影。在这边呢，咱们还发现了有这应该是古人留下来的站子。后面那个更大呀？对，这有2根钢钎，一根钢钎，一根站子。大的叫钢钎呢，小的叫站子。好，下到这个竖井，你们猜要怎么样？没错，你们猜对了。哇塞，10秒！
这时候才落地啊！通过我们投石问路呢，发现这个竖井是深不可测。这时候咱们随着这个悬崖栈道继续往那边走。孟少杰又在准备开线，进入这个黑暗的深渊，继续往里面前进。老孟这时候在开线。看一下，这边发现了一道石门。过来一个罐子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用一个水罐在这里接水。哇，简直清澈见底。放在这里不要动它。我的个天，这里又是一个大竖井啊！哎呀，太硬了，我们下去看一下。我的个天，深不见底的一个大竖井。我们看能不能找个小石头丢一下。投石问路。哎呦呵！哇，落地了！这时候才落地。传说中的阴洞，这个竖井的边边上啊，做的有这样一道石头的堡垒，不知道这是有何用途。看一下，石门就在这里，这上面还有一个天窗过去，而这个上面呢，就像一个人的舌头这样往下滴水了，滴到这个台子里面。我分析这个竖井下面有可能没连起来，因为它砌这个台子的作用呢，它就是为了把这个水啊从这个石门引到那边的阳洞竖井里面去。阳洞竖井能见光，阴洞是见不了光的。呼，下面就是一片漆黑，很深邃啊。而这边的石头堡垒，从这个上面的钙化物来看，应该是存在了很多年了。看这些，这个应该是存在了很多年了，包括这些古迹。但是这个罐子因为常年有水的冲刷，它上面没有钙化物。咱们看这个石门的上方有2副石棺，能看到吗？这方方正正的，打光的时候看的不是很明显。那边一个，那边一个，2副方正的石棺，石棺下面有一道石门。这就是我们刚才进来的呢，从石门这里出去就能够抵达阳洞竖井。现在老蒙在这里开好了线呢。什么？下面有个人被石头压住了！我的个天，出大事了！可以看到这里有水流一直向下，而且我身后就是一个大悬空，这2条绳索仿佛通向了一片虚无当中，下面完全看不到底，好神秘啊！下面老孟在下面怪叫，有重大发现，悬空安全下降。能够看到老孟的一点点的光。经过长达10分钟的下降，我们现在终于是来到了它的底部。我们看一下这周围，哇，它并不是一个平地啊，是一面陡坡。这明显是上面开凿留下来的石头。这是什么东西？
哇，又是2根铁签子，说明古人是倒过这个下面来的哈。这个上面有石头垒起的2道宝坎，这边有一网沙。这好像就是那个红白鼯鼠在这里做窝的这样一个草堆，又像是草木灰。往西南方的这条东道走向来看，它应该是连通了阴井，在这个巨大的山体后面还隐藏着一条向下的通道。我们现在继续向下。什么？还有地道？还有地道！就是老孟说被压在那个石头下面的，但是我只能打码呀，我不能这样直接展示出来。然后他在这里从这个上面滑下来，这个时候来到了阴洞竖井的最底部。我们刚刚就是从那个上面打光下来投石问路的。这个下面发现了巨大的一个土坑，这明显是人为遗迹啊。那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本尊修炼的地方，看起来有点像个灶啊。这明显是被水流淹过的。这边应该是一个小坑，在那个方向也有一个小坑。你看一下什么？这边也有。我的个天哪！这个竖井不干净，给人一种很强的压迫感。包括这个下面，这里也有。这骨头最终的走向都是通向了这个地道里面。在雨季的时候，有很大的水流冲下来，赶紧走！田坑底部的洞穴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？这里是重庆武隆的一处神秘天坑。上集视频经过锁匠探索，找到了众多珍奇草药。这期视频我将进入天坑底部发现的神秘大洞，验证村民口中谈之色变的牛头蛇身怪兽。右边红心走起，马上开始我们的探索之旅。太大了，搬不走。咱们继续前进，进到这个小水洞才知道这个小水洞有多大。它上下的高度差不多是30来米，洞道的宽度差不多是20来米。我们继续往洞道深处前进。这个里面从没有人类涉足了，传说是这样啊。在哪里啊？嚯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好，说到煮饭就来了，好的。嚯！灶台，对，真看到这个灶台是水漫金山了，看到没？这个下面有很多这个水冲刷过来的。进来的时候，我跟小北2个人说吃饭的事，结果就出现了2个灶台。2个灶台。好神奇！还有人在这里熬过宵，但是这估计也是300-500年的事情了。哎呀，这个地方好。看一下，这个里面哪里来的柴火呢？我在想。我也有，他在这里面。嚯！快来快来！强光打亮了这个洞腔，好大呀！这个。哇，2辆大货车在里面开有没有问题？是完全没问题。锅圈你看到没有？是。哇，它像一个眼睛，我的天呐，好好看！是。太神奇了，这个。地上有可能有蛇要对着。有个烂蛇。这里面有一些生活垃圾，看到没？这是水流带进来的。是不是像个眼睛？真的，像瞳孔一样。看，很好看。洞里像眼睛一样。对。左边没有洞道，洞道是往右边前进的。咱们一直深入。那个小点就是我们进来的洞口，高达30来米的那个洞口，现在看起来多么渺小。然后呢，这里又迎来了第2个洞穴大厅。我打开强光给大家看一下。嚯！这个河床非常的平缓，而且里面没有水，但是雾气很大，
雾气很大的话，就说明这个洞道啊，它里面第一是有可能有瀑布，第二呢是洞道是比较直的。这些石头肯定很硬。它因为这个山洞里面的气温呢、跟这个天坑底部的气温不一样，它就形成了温差，然后那个空气中的水分呢，就凝结成了雾气，所以呢不是很通透。这也是为这个消水洞啊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咱们看这里真的是太多奇石了。啊，它是不是有滴水？我听到滴水的声音。是有滴水。这个不用最强光的话，根本就是打不亮这个洞腔的，因为这个洞腔真的非常的大。对，在哪里啊？是不是夜里说过了？或者是新单，我操，走，这里面还能发现这种儿。哎，这地方这有，这以前古人走的路，有可能是。我刚才分析，我说是百富巨鼠啊，在这里踩出来的那个小路，看到没有？金光闪闪的，在这里看得非常的明显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水就是这个地方离开了。哦，这个水应该非常的干净。干净。啊，这个什么？哦。这什么？里面的垃圾。哦。那个车子的那个反光墙，看来这个洞穴啊，里面有垃圾的，是这个水坑进来的，有可能是，对不对？这里洞道分成了左右两个洞道，看到没？对。我们是从这个方向来的。变窄了，你发现没有？下面是下水洞，是不是？上面是一个干洞道，变窄了。Y 字形洞口。整体的话，这个洞腔还是挺大，这里。那我们沿着上面这个洞道，我们现在上面这个洞道，走吧。走，出发。我们从这里就开始走左边的洞道了，因为老规矩，大家懂得啊。深度变窄了，这里变得非常的矮。流上来的呀？什么？看到没有？有水啊！这个水，当时我们看到的水是从这里渗透下去了。对，渗透下去的。这里有一个甬道，看到没？对。而且这个甬道跟河流是分开的，这边是河流，这边是甬道。哇塞！哇塞！继续前进。哇，这里很难搞，太窄了。刚刚我们就是从这里走过来的，这边洞腔又变得比较宽大。拍张照吗？拍的什么？小开，非常完整的小开。我勒个小！白色的粉末有可能都是硝，对不对？这全部都是硝粉呐！对，白色的硝粉。我们拍了这么多洞，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硝坑里面有这么多硝粉的。是如此完好的，看到没有？3个硝缸，而且这边有取水池，这个是透硝的。对，你看没有？这边就是筛过的土啊。然后这上面是滤这个硝的，滤硝的。哇，这太难得了啊！对，这个保证特别完好。而且这个已经滤完了，没有除出来。然后就是不知道它那个水里面是哪有什么东西。是啊。哇！我天了！马料水，洞穴马料水经过，像不像？哦，真的是马的屁股，对不对？真的有点像。哦，这个好看啊！这个好看，真好看，看到没有？你看，让大家具体的看着。我们拍张照片吧，这太漂亮了。来看，这是天然的马料水。哦，这个好看。哇，不下这个天坑的话，根本就看不到如此震撼的景色。你好像就是那个天被捅穿了一个窟窿一样，感觉到没有？是吧？就是被捅穿了一个窟窿，然后上面这个水的水量还不小嘞。这可能32的管子的话，有一满管子。然后这下面应该是此景只因天上有啊，人间难得几回寻啊。那边就是那个瀑布，现在我们从左边的这个洞腔过来了，这里好像发现了一条人为的走道。什么？我们加快速度。
棺材。好大一洞，特别像。哦，它那个像棺材，看到没有？是有点像。这边洞墙好大呀！这边洞墙变大了，我这个上面这个马上让它过来。而且洞腔是比较干燥，这里你完全想象不出来它是个小水洞，感觉它就是一个鳌鸮遗址啊。感觉它是一个鳌鸮遗址，然后上面还是挺好看的。哦，看咱们用出去强光将整个洞墙打亮，好大呀！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，而且我这个手啊，刚刚打湿了，在冒热气。这种小洞特别要注意啊，一下踩到里面就不好了。继续沿着这个形似羊肠小道的小路前进。这个路应该是鳌鸮的人走出来的。他为什么会下到这个天坑里面啊？这么深个天坑里面。哦，这个远古大裂缝好高啊！这个。哇塞，这个好好看啊，太帅了这张。走，我们继续。它这个洞哈，我估计哈，为什么它有人在那个小坑底下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天坑底下，有这个鳌鸮的一个遗迹，就是说，它可能就是说这个洞可能是一个通出可以有出口，对不对？有这个天坑下面有出口。对，天坑下面有出口。这个我不相信。他们出去的话，就是说他们去这个天坑，并不是从上面弄麻绳降下来的，是啥呢？是从另外一个洞口进来，在里面熬鸮，然后把鸮背出去。这个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他是在古代躲避战乱的时候，可能他就跑到这里面来躲避战乱。就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特别的大，这只是我的一个推测。井口天坑在网上也查不到任何资料，这只有一些口口相传的传说。对啊，那老年人说这个天坑下面，他说从来没有人来过。对。但是这里面这个是一个是有很多遗迹，我感觉是从右边那个裂缝往外走的呗，那个裂缝，注意安全。那个裂缝什么情况？那里有一个裂缝，这个裂缝至少有400米，如果丢石头，它10多秒才下去了。400多米的一个裂缝，我往下去的。垂直下的，那要不要降嘛？这个要下去的话，只有降，但是我们的绳子已经用完了。绳子不够，那我在左边这个洞道先去看一下。我们现在从左边这个洞道往上去看一下，这很多乱石啊，你看，而且那个鲨鱼牙齿，好像是个化石。但不一定。那个裂缝能降吗？那个裂缝哈，那个裂缝我开始走过去的时候，它是这么宽一个裂缝。看不到底的。就是我现在的强光打过去是看不到底的。我丢了一个石头，丢下去之后啊，第一次丢没丢下去，它落了就是可能有11秒到12秒的一个时间，它掉地上了。但是我第3次丢的时候，它就一直哐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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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往下落，就一直落的没有声音，但是绝对没有听到掉底的声音，绝对这个洞就是说现在不知道那个裂缝有多深。但现在没有绳子，那也降不了。那个裂缝就算有绳子，我们也是没法探明的，至少10个人，每个人带上100米的绳子或者是150米的绳子，才能干得进这个裂缝。那武隆这边这个天坑真的是很深呐。对，相当的深。在那个位置有梯子。它这个是不能绳人的，有可能出口就是从这里上去的。你说这个天坑真有出口？对，我怀疑这明显就是人弄的嘛，对不对？这说明这绝对是有出口的，但是现在我们是出不去，这个我们没有绳子。第二个就是这个楼梯是不敢绳人的，因为下面还挺深。这下面是裂缝，然后这里呢是一个腐败的木梯往上去了，这就说明这个井口天坑真的有可能有出口，因为这从上面的铁丝来看的话，这个年代不超过50年。然后我们现在是原路返回，我们还是要顺着绳子爬出去。
整体来说，这个金口天坑呢，它这个小水洞进来了，左边呢是有一个鳌鸮的遗址啊，然后那样出去是遇到了2个梯子，然后右边呢有一个大裂缝。小蚱蜢说石头下去没听到落地的声音，有一个接近400米深的一个裂缝，然后右边呢那个小水洞呢就直接到那里也就结束了，水是密下去的。也就是说这个金口天坑啊，下面的情况就是有很名贵的这个蕨类植物啊，再就是有不知名的这个像韭菜花一样的这种药材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有5道瀑布，整体的面积呢差不多是56亩啊，56亩，3、4千个平方左右。这里面好了，那重庆武隆金口天坑呢，整体的情况就是这样。现在呢，我就为大家演示下到天坑底部如何再爬出去，如何征服这个100多米的高度啊，如何上去。我接下来就为大家演示这一个操作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正式来对抗这个180米的这个爬绳运动了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呢是一个手绳，这个手绳呢它是连接的有一个脚踏带，就是这样一个小带子，这个小带子呢就是踩在脚里面的，然后再对应的有一个胸绳，看到没有？这是胸绳啊，把那个脚踏带呢就穿到了这个脚里面，看到没有？把它就这样穿进去，像骑马一样啊。然后咱们往上推一步，这样一拉，它这个绳子呢，它就会随着这个胸绳呢就往下去了，人就上升了一步，就是这样爬的啊。我现在呢就把这个30米先干上去。哎呀，真是累出一身老汗呐！现在已经征服了这根蓝色的绳子，看到没？蓝色的绳子也是放到头了，这个是110米还是100米忘记了。这根绳子已经爬完了，又回到这根红绳子上面，也就是说上面还有整整的100米的高度。好了，那继续啊，这不爬还是不行呐，不爬要在这里过夜。好，继续开干，已经上来了100多米了。哎呀，马上就要爬最后的这个50多米的这一段了。哎呀，特别累啊，特别累。那么在下面呢是发现了有一些很特别的植物啊，在上面从来没看见过。那本次的探索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关注我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世界，更多不一样的风景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就这样了，拜拜。在重庆有一个白骨遍地的洞穴，你知道吗？位于丰都与彭水交界的一处峡谷之中，老人在附近生活了一辈子都不敢靠近半步。人呢，他就出血，就出血啊！就不敢去了，就敢没搞起出来嘞。里面有个木棒棒，看到那个木棒棒流血啊！啊，他看到那流血，他就不敢去了嘛。哦，他就出来了嘛。他跑到那个叫牛，他们说就是上个传说的，是妖怪嘛，就是跑是个龙嘛，是个哪东西。那他扭动好的话，你不敢出来啊，也得很干的。有妖怪有龙。哦，只因为先辈人说里面有龙和妖怪，不得已在洞口立镇妖石和用牲畜献祭，故称此洞为祭洞。那么祭洞里究竟有何端倪？跟着我一起进洞，现场实拍。我们开了一夜的车啊，终于是赶到了这个彭水与丰都的交界处。我们现在呢是一行3人啊，这是户外阿志，那是山里跳。Hello， 这个村民呢谈之色变的祭洞，大家看这个洞口呢有很多紫色的花朵，非常的漂亮。但是在如此漂亮的外表下，这个祭洞呢还是让当地人不敢靠近。而且在山里跳的那个方向啊，那个岩壁上面有一个阿弥陀佛，看着十分的诡异。我们现在呢就看一下阿弥陀佛，随后呢就进入这个让当地人害怕的祭洞里面去看一下，里面究竟有没有白骨森森的景象。好了，出发。大家看，这有很多紫色的花朵，而且这里有很多酒瓶啊。这个酒瓶应该是当年呢祭祀所用。现在山里跳已经到了洞口。
只有很多村民呐、到了这个坎坎这里，再就不敢上去了。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。哇塞！哇，就看着有点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一个床。哇！快来！哇！你们快来！地方，哇！大家看，我这里发现了骨头，你发现了啥？好多骨头！你快来啊！我的天哪！哎呀，这全是头骨啊！全是头骨，对，很大一个的骨头来。看到没？哇！哇，这里还有！天哪，这真的跟村民介绍的一样哦！哇，这里发现一个头骨，还有獠牙。对，看一下。看，哇，这是牛骨。这应该是不是野猪骨，野猪啊，羊哦，野猪骨头。不像羊。你看它的牙齿是往上翘起的，对，你看，这是个野猪骨头。对不对？对。哇操！我们继续往里面走。哇，小心一点！哇塞！哇，洞道变小了，大家看哈，很小的一个洞。哇塞！你看这刚刚进到这个葫芦形的洞口，这个才20多米。这个山林跳这时候已经进到这个小洞口，这才进来大概20多米啊，然后这个洞道就变得非常的窄了，有一个非常狭窄的甬道向下去的。我们继续往下走，你看这，而且这里有台阶啊，这肯定是什么东西？骨头，全是骨头下面。哦，大家看，在那个位置好多骨头啊！骨头，哇！你小心点，别踩到了。这应该是某种动物的，哇，又是一个头盖骨。这里有很大一个骨头，而且这里有一根腿骨，看到没？这个位置，这就是悸动啊！悸动在进到这个狭窄洞道里面，就是这种环境。哇，好大的回声，里面好大！里面好大吗？大家听着回声，哎，有人吗？感觉是空的，里面。哇，我们快进入，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的环境，小心一点啊！哇，有个竖井，很深的一个竖井。很深的竖井吗？对，要不要拿锁降工具？有可能要哦。看一下，很大的洞墙吗？很大的洞墙，不敢走太近。哇塞，很大。大家不要学我们这样大声喧哗，因为我看的动质结构，所以这样大声说话的话，它这个里面是非常的稳定。不要动，找个石头。我找个石头丢一下。阿志那边找个石头来。这下面好大个洞墙。对，好大个洞墙。不知道，感觉。哇塞，回音感觉传了1000多米。看不到底。好，不要到前面去啊。对，这个地方很滑。然后现在的话，我们开始往下面丢石头，看一下这个洞穴的深度啊，大概的深度。准备好没有？好，开始丢。1、2。哇！水呀！我的去！暗河！我操！我以为是竖井。不要紧，我在前面去看一下。我的个天呐，这看起就像竖井的哈，深不见底啊！我的天呐，我以为是水，居然是水！我勒个去，这下面是水呀！发现了暗河，我靠！哇，这要动钱了哟！慢点，不动钱，不用动钱。我勒个去！桨板拿过来，开干！拿过来开干。好深呐，这个！对，这个深的要死，看不到底，看起好吓人哦！我靠！哇塞，我们一直以为这里是竖井，没想到这里是水啊！这个水完全不反光，这不知道是什么。看起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竖井，我靠！哦，我们准备带绳子直接锁降下去。哇，就锁降不成了。哇塞！哎，你先不要笑，里面好像有人在说话。啊，滴水的声音，滴水的声音，有点吓人。有人吗？我觉得通过回声感觉这个洞很深很深。很深，真的很深。哇塞，太神奇了这个！太神奇了这个洞。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当地人不敢靠近这里啊！说这个里面非常的恐怖，有很多这个
白骨森森的场景，他们就是害怕小孩子走到这里面来，掉到了这个树井下面的这个深潭里面，因为这里非常的滑，非常的危险哈。没有专业的工具，没有专业的设备到这里来了，那真的是九死一生。所以说，这就是为什么当地人惧怕这个洞的原因。我们现在去前面看一下制定方案。暗河看起来非常的深啊，有可能要搞一个水下无人机，或者是我们代购足够的装备，比如说桨板、皮划艇之类的，我们就进入这个水洞啊，看一下这个悸洞究竟通向哪里？为什么有如此深的这个暗河？由于这几天是在下大雨啊，涨洪水，这个探洞不安全。那我们的初探呢，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我们回去准备装备。那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关注我，敬请期待我们的下集探索。